豪杰千年往事，渔樵一曲高歌。乌飞兔走急如梭，眨眼风经雨过。江南秋雨寒客，英雄铁马金戈。争名夺利又为何？必有收因结果。3个月前，号称江南第一标的四平镖局，一趟极为重要的镖，在商山坪遭了劫。赶月鞭、罗刹钩、牙枪、铁画银钩，都是黑道兵器谱上前10名的存在。出手的正是绿林中隐退多年的前辈高人商山4号。上一次奇迹亮相，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镖在人在，护镖的镖头和镖师列阵护镖，可是一个照面就被4号重伤。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等镖师终于拔剑出鞘。竹林惊天动地一战中，石飞我的独门兵器竹片剑对得上是锋芒毕露。参差子午剑，2剑便是2块磁石，在石飞我手中变化出多种形态，出奇制胜，正可谓是一剑挑4号，声名。喝茶。真没规矩！爷爷说书的时候，不要打断我。我们回家吧，爷爷。滚！快滚！起来！你先走。真是好故事啊！道听途说吧，列位，切莫太较真儿了。今日这书啊，就说到这儿。方才开始，怎么说完就完了？莫问江湖路，他乡烟雨深。老丈，可知道我是谁？剑南宫、刀司空，杭州2大武林世家，谁人不晓？
阁下一定是彪行天下，司空局主都是江湖人抬捧，当我的真。在家第一次听老丈说书，感觉甚为有趣，斗胆刘老丈再说上一段。我爷爷倦了。大叔说的没错，江湖人都口是心非。浪说曾分包书金，谁人变得伯牙情？既然局主想听段书，那再说一段也无碍。不知局主想听哪一段？我就想听这位姑娘刚刚口中说的大叔，实非我。第一次见到大叔是在西湖边。正值西湖河灯会，我陪月华和红裳儿两位姐姐泛舟，她们都为了一睹苏公子的风采。我看不见，却无比好奇苏公子身边的他。就图一个痛快。大丈夫在世，就该如此。我对男人的了解都来自爷爷的说书故事。后来我总觉得大叔就是从故事里走出来的人，他像西湖那晚的风，吹入我的世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醒醒，后会有期。醒醒！好大的狠手！不是嘛，吓得旁边都不敢做人了。这老板担心他没钱付账，就让我过来问。这不问倒好，一问直接倒头就睡。他的酒钱我替他付了，就让他躺在那儿吧。哎，好。芊芊，你认识他？我记得他。有时候啊，我真怀疑你什么都能看得见。就是因为看不见，所以才记得我。哎，爷爷拿故事去换钱，你却把钱给这酒鬼。是你说的，酒鬼都是有故事的。爷爷说书的段子都是武林传说和秘闻，爷爷说自己讲的都是真事儿，可我听过太多次后，越发好奇，越发崇拜，最后都变成了质疑。我总是想，江湖上是否真的会有那样有趣的人？我甚至会去憧憬，和故事中的人相遇会是什么样。一个酒鬼也不错，别人都说他是一个没出息的酒鬼，可我知道大叔不一样。半年后，他果然成为了爷爷故事里的人，一剑挑4号，整个杭州城都在讨论他。丫头，是你帮咱家付的酒钱。大叔，以后酒钱自己付。咱家有那么老吗？大叔，你叫什么名字呀？实非我，好奇怪的名字。一个名字而已。你明天还来吗？你唱歌吗？他到底是来喝酒，还是听我唱歌？
叔，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一个普通人。普通人？长什么样子？好长的胡子。懒得刮。浑身是伤。没事。这是哪儿？这儿的星空很美。你带一个瞎子看星空，是不是太缺德了？哦，大叔，你带我来这儿，就是想换个地方喝酒吧？不是。这是什么？这是星星，现在就在你身边。骗子！看不见，就总会想去看。你会看见。今天是我四平镖局的开国大会，在座的除了我镖局的自家兄弟之外，都是道上的好朋友，我们就大口喝酒，敞开吃肉。好！我四平镖局能够纵横江湖30余年，都是道上的朋友们多多赏面，希望日后大家继续不离不弃，护佑我们镖局的各位兄弟，为我们四平镖局出生入死。在此，司空平拜谢各位。局也中了，开锅！我这。这是何人啊？来这里的无非就想分口肉吃。大家虽然没见过此位，但却早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原来是一剑挑4号的英雄大佬，那我等今日可是3生有幸了啊！这商山4号，每一号都是江湖上排得上名的大人物，竟被你一人送破。敢问师兄弟，师承何门？江湖浪子，无门无派。师兄弟，也想分骨头？可以吗？当然可以。我四平镖局的开国大会，意在能者吃肉，只要有本事，谁都可以吃。分肉可以，但总得讲个规矩。怕我跟你抢祖镖的？得说道说道。承让。
崔健，你真是巧呀！相见崔健，四头肥皂吧？果然英雄了得。哈哈哈哈哈！师兄弟，好身手啊！司空局主，我已经吃上这口肉了。按照规矩，师兄弟不必多言。四平镖局是个讲规矩的地方，大家能在一起吃肉，就是自己人。老夫也自然会给你一个说法。今日起，师兄弟便是我镖局的镖头，与众位镖头平起平坐。师兄弟，你可好啊？承让，承让。大叔好像不开心。你怎么知道？你真正难过的时候是不喝酒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讨厌的人，对，跟路边抢葡萄的野狗没什么区别。大叔，我不要你变成一条狗。如果我不是你想要中的，也不是你爷爷书中说的那样，你会嫌弃我？大叔，你蛮好的。那我带你和爷爷离开这里吧，我带你去治好眼睛，然后我们去看大海，去看雪山，去看大漠，找一个远离江湖的地方，明日就出发，可好？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能看见一样，天心的皓月，楼外呢喃的秋风，远处的点点灯火，深爱的尘嚣俗噪，都一下子变得那么遥远。天下间，仿佛只剩下了我和大叔。可是那天晚上，我终究没有勇气去回答大叔。我有几个朋友来找我，大叔的朋友很热情啊。小地方来的，没什么规矩。お前は宝をどこに隠してやがる。それはお前のものではない。知りたいのか？お前は誰だ？一斉にかかれ。お前は誰だ？一杯加えてみてえのか。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这么难吗？师兄弟，救人！师兄弟，你没事吧？
你怎么会惹上扶桑人？陈年往事了，不提也罢。这么说来，石飞我离开杭州前，那些扶桑人都是来找他的。你知道的，应该比我多。那日在开国大会，他虽然刻意隐瞒自己的本门武功，但是我仍然从他的功夫和武器上看出那是扶桑的二刀流。现在想起来，真是居心叵测。原来那石飞我是扶桑人。大叔不是扶桑人。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哎呀，咱们都是来听故事的，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呀？姑娘，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他是谁吗？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是谁。1个月前，我四平镖局委托了一单镖，给石飞我押送。大家知道这一单镖押送的是什么吗？石兄弟，请。这个世界真是奇怪，你想要的人家不，你不想要的又给你送。石兄弟，当真舍得这江湖？浮华若梦，有何不舍？石兄弟，老夫知道你有一位红颜知己，叫钱钱，可惜是个瞎子。石兄弟，请。司空局主，此言何意？我有办法医好钱钱的眼睛。局主，有话直说。好，师兄弟如此爽快，那我就直说。镖局里有一趟镖，你要是能护得了此镖，四平镖局必将心服口服，奉石兄弟为总镖头。如何才能治好钱钱的眼睛？老夫与那诡异杜仲有交情，可以为他换一双眼睛。你可骗我一次！石兄弟，你知道我这次要你押送的是什么吗？有什么关系吗？神龙令在哪儿？川西打箭炉。那首歌我听过，是别的女孩子唱给你听的吧？大叔留这么长的胡子，就是为了让别人认不出你。我信不过别人拿刀对着我的胡子。
那你就不怕我伤着你？这不是刮的河。丫头，我要出趟门。大叔，那晚说的话还算数吗？我以为你忘了。我现在回答你，可以吗？等我回来。要去多久？稳则半月，稳则半月就好。我哪儿也不去，就等大叔回来。如果我知道大叔这趟镖是为了给我一双眼睛，我一定不会让他走。现在看来，此子狼子野心，老夫所托非人。绝不论实非我是不是扶桑人，但这镖押的可是神龙令这分量，大家都知道。所以不是老夫欺凌弱小，而是实在要为武林要个说法。要什么说法？不就是想用我们引大叔出来？局主，和他们废什么话？直接带回镖局，等那个姓氏小子来叫人。秦局主，怎么说，大家也是老相识，这是何道？司空局主，你的人来了我的地方，老子好心好意的去接应你们，你们呢，废了老子的手指头。今天那笔账，我们该算牙了吧？秦烈，难道老夫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当年神龙令的出现，就是为了阻止天罚剑蛊惑众生。只可惜啊，神龙大侠早已仙游，这个江湖依旧还是那个江湖。200年前，一名邪剑天罚出现，江湖上门派势力相互厮杀，一时掀起了血雨腥风。江湖上人人欲夺天罚剑，称霸武林，号令天下群雄。为了阻止这场武林浩劫，一个少年横空出世，夺下了这把天罚剑。他与天下群雄约在这峨眉金顶之上了结一切。但是佛光出现的同时，那个神秘的少年龙一终于出现。少年龙一以一对群雄，最后击败天下高手，阻止了这场武林浩劫。龙一最后拿出一块玄铁令牌，此令名曰神龙。与天下英雄约定，见此令，神龙门有求必应，专管这武林之中不平之风波。师兄弟，我准备了一车药材，为了掩人耳目。这个东西带在身上不会安全的。那即刻返回。越快越好。原路返回？不，走最偏最绕的路。
加州镖局的朋友来接应咱们了。不是说了不要叫人吗？师兄弟，野镖少没经验，也许不知道，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镖局之间互相帮助，这是情谊，也是江湖规矩。如果不是朋友呢？镖局四海皆兄弟。师兄弟多虑了。进了藏区以后，要是没人带路，很快就走丢了。走，完事儿了，就围了。啊，兄弟伙们，走车劳顿辛苦了，起！有劳了，跟上，起！让他们过来。群里，你干什么？去驱除魔才，扫兴藏区。运什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加州镖局连江湖道义都不讲了吗？狗屁！江湖道义，谁他娘的都不是莽子。今天。要不你们告诉我车里头装的是啥子？要不然一个都不要想走。经理，你糊涂！现在马匪来了，就算你捡了镖，货也到不了你手里。他们早就和马匪勾结好了。那位就是一剑挑4号的石飞我吧？此路同行不同心也就罢了，没想到江湖人心竟如此险。少废话！今天要不交出东西，要不然老子就给你死烂活！没想到这趟镖竟如此凶险。找死！走吧，你们有意害石某性命，石某却无意杀你。你想做啥？此事细末，我不会和司空局主言语，一切就当未发生。江湖再见，走！官职之仇，老子还没有找你算账呢。今天你他娘的要把劫镖的屎盆子扣在老子的头上！逮到石飞我，自然见分晓。用不着，来嘛，我们手底下见真章！秦局主，招子放亮些，看看周遭，免得打了眼。今天是我跟他的恩怨，用不着别人插手。铁锁神捕，六扇门的人，什么时候也开始掺和江湖恩怨了？关门中人不涉江湖。今日，薛某有要案在此，各位朋友，请各方便。江湖恩怨，
蝇营狗苟，我等免不了俗道也罢。没想到六扇门的捕头在的同时，七杀山庄的庄主百里无赦也露面了。雪神堡的目标可不是老朽啊！捕快没有权利选择犯人。我一人，不代表任何人，只是一个送黑发人的白发人。百里庄主，久违了，你请出。杀人偿命，原来沙少爷懂这个道理的。司空局主，杀我儿子的人在哪里？留神李姓画板，大和尚，吼！怎么？哎，找些柴火，准备生火。哎，看我干啥呀？四处看看去。这巴朗山路的后半夜，雾气很重，寒冷刺骨。一会儿我叫人拿火把地烤热，再铺些干草，睡着了就没那么难受了。有劳鲁大哥了。师兄弟客气了。此处已经有人了。八方风雨的路人，最难躲的是这巴蜀夜雨。都是避雨的，无妨。多谢。请问兄长，因何带着刀剑，做什么生意？你也背着刀枪，做什么生意？我以长息之人，这花枪入不了你的眼里。萍水相逢，便是缘，自便。哎，说来就来，邪乎劲儿。这荒山野岭一见破庙，日后就成了你的。我说你了吗？我说的是雨。荒山野岭的装神弄鬼。老呀，何至于此？哎，兄弟们，哎，兄弟们，外面的雨太大了，哎呀，我就上到一户人家，就弄了点粗粮。石镖头，你吃一口。啊，我这儿还有一壶苞米酒，虽然酒也不好，但是吃点能御寒的。石镖头，来，喝一口。放着大路不走，偏要走这偏远小路，活收队。
哎，哪位客官要是担担面喽？老头儿，别来素面啊，有点肉馅儿，清汤挂水可没法吃。要得，你等着哈，马上就来。石镖头，吃口热乎的吧。师兄，我在门外等你。やっと見つけたぜ。長い時間をかけてお前を探してんだ。もう逃さねえよ。想杀老子的人多了，就你一起上吧。克鲁塞！好一把杀人无影的青玉流，是你救了罗大，杀了这些扶桑人。也不全是，这个小姑娘也出了不少力。苏兄专程从杭州来找石某喝酒，
我这个人从来不爱占朋友便宜。刚刚你解决那帮扶桑人，费了不少力气，我也出些力，帮你解决些问题。一会儿我要杀你，也算公平。退下吧，今晚的事儿不用你插手。走吧。此刻，我应该称呼你苏兄，还是称呼你七杀公子艾丽少城？你为何叫自己石非我？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自己。那我比你强，我还是叫苏少友吧。这是我曾经很重要的一个人给我起的。对于你我而言，一个名字就是一种人生。杀石某的活儿是苏兄自己选的。难道你这一生都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拿剑？人啊，最无奈的就是没有选择。但这一次，我答应了一个人，要回去。今夜你我，总有一个人要解脱吧。拿起你的剑吧，千万不要手下留情，这样我会很不开心。是石非我杀了我儿子。我和镖局的人，和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所见，是石非我的剑刺穿了七杀公子的胸口。天不佑，我儿长生，奈何？百里庄主，节哀呀！今日我要的是石非我的命，旁人无关的都走了。百里庄主，你未免也太霸道一些了吧？哪个晓得你是不是明道为你儿子报仇，实际上是为了得到你神龙令？百里庄主手下留情。该留情的应该是诸位呀。真龙令也换不回我儿子的命啊！请诸位不要质疑一个父亲的心。听说你能等来石非我？老先生，我替大叔还你儿子的命，可好？不着急，不着急。今夜他不来，我就只好杀了你。为什么你们都不肯放过他？石非我是我的犯人，我一定要带他回灵山。你管得了吗？
朝廷不想管的事情由着你啊，朝廷想管的事情就一定管得了。他杀我儿子的事儿，你打算怎么管？你们可知道为什么那些扶桑忍者要来找他？这个世界上，只有他知道七海贼王那富可敌国的宝藏，事关江山社稷。你们想跟朝廷作对吗？一笑谈动90城，那是3年前的事儿。纷乱的南海七岛，盘踞着海盗和倭寇，他们被一个叫萧谈笑的男人统一了起来，自称七海贼王。这七海的财富被萧谈笑搜刮囤积成了惊世的宝藏，朝廷自然无法坐视这股海盗的猖獗，参与了那场海战。在神龙大侠龙八的带领下，官军武林人士对贼寇们进行了清剿，是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纷争持续到了日落，此生无数。七海贼寇从此灰飞烟灭，一代枭雄萧谈笑也被龙八诛杀。可是传说中的七海宝藏却无人知晓。七海贼王虽死，可宝藏的秘密却被这个石飞武带走。扶桑人一直觊觎着宝藏，所以才会跟踪他来到中土。这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呀！朝廷此刻需要这笔宝藏，所以石飞我断然不能在这个时候死在你的手里。那我儿子命怎么算？朝廷律法自会给你交代。如何信你呀？相信你们也收到了那个人的信。石飞我今晚一定会出现。今日若是没有师兄弟，你我二人可就真交代了。这趟镖的杵，大家掰了吧。师兄弟，你这是何意？这趟镖太凶险了，再走下去，我们都会死。让我们飞去吧。你不会是想一个人拿着镖跑了吧？再镖头，石某下次再拿顾虑周全。师兄弟，师兄弟，一同走水路吧。没有意义，我不想你们埋葬，就这样。师兄弟，明日我陪你一起。落镖头，江湖再见。名将何须作陈念？长生不必天甲年。这位兄台很面熟啊，我们是第一次见吗？不重要，喝酒吧。我不用晚喝。
软够。喝酒，不看喝什么，用什么，重要的是为什么和什么人喝。我猜你喝酒的人一定跟我很像。你话可真多，我看你也不像个读书人。我叫苏少勇，你叫什么？我都没想好自己还能是什么，所以叫什么不重要。此时非我。好，就叫石非我吧。我一直以为酒品就是人品，剑法就是性格和阅历。师兄这剑法甚是诡异，既有名家剑法，还有黑道武术和邪教逻辑。更诡异的是，还有扶桑二刀流的招式。你刻意隐瞒自己的剑法，却暴露了你的人生。苏兄，有何指教？师兄的剑法大开大合，只攻不受。想必是师兄性格使然，做什么事情都是不计后果，全情投入。但这样必然留下破绽，怕有心人不如师兄这样。是人就有破绽，剑法也一样。倘若日后交手，是在下。如果他日真遇见，我的剑法依然是如此。好，痛快。大丈夫在世，就当如此。你有理由拿剑，而我已经没有。我带你去疗伤。七杀山庄的规矩不能破。你我今天必须死也。那又如何？师兄，听我说，这就是一个杀手的宿命。人死在你手里，是我最希望的结局。百里长生的生活，我早已经过下来。苏少友的生活，
我也无法选择。你既然还有的选，就当我成全。我不用。这趟镖不能走，你的身份已经暴露，放马滩已经来了太多。沾了朋友血的剑，也不能再用。一剑为碑，替我陪苏兄看看这青山绿水。得失不过2分意，去留止随1寸远。江湖上有言，言无空袭，有无空放。诸位是冲着时髦来的，还是冲这个东西来的？谁来说了个章程啊？还！你是冲人，还是冲货？我们是挥刀400下，就为今日一战成名。你的剑呢？我找不到拔剑的人。狂妄的很呐！今个我就用这个斗杯子扇你那个耳光子！还给你。你可知道，今日此剑拔出，就在那手里。知道。编辑就是想让主人拔剑。为什么非要我？揾咗你咁多年，終於都見面啦。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石某未曾見過二。余京南，我哋係武當清風道長坐下嘅徒弟，今日我哋就嚟清算一下10年嘅恩怨。閣下不敢拔出這劍，是不想以真名見人吧？我以為我是誰只是我自己的事，沒想到對你們也說出來。獲罪於命，天罰也。相傳這把200年前引起血雨腥風的天罰劍，被龍一帶到鑄劍峰頂，封印開葬使用。100年藏劍，劍氣有靈。沉睡的天罰化出一女嬰，被鑄劍山莊收養。此女寡情少言，取名冰姬。剑有灵，会则主。老夫有幸参与了6年前的明剑大会，那天的鑄剑峰石破天惊，
天罚重现人间，所有人为了这柄邪剑打得不可开交，却不想天罚剑被一个叫于金兰的白衣少年拔出。领天罚者，发人罚己。于金兰用了魔血洗了整个主剑锋，那一剑老夫可是刻骨铭心啊！莫非那个死飞蛾就是天罚剑主于金兰？说起来，这小子倒也算个人物，因为这天罚剑被江湖各派追杀，直到武当派掌门清风道人出面，与于金兰约在长安的一笑阁比试取剑。这清风道人乃是武林的泰山北斗，他担心于金兰这小子年少气盛，死在这复杂的江湖争斗中，于是他提出了与他比试。哪知这小子不识好人心，在比试前的酒中下入了化功散。可江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就算明白也必须不明白。也罢，无非就是想替清风老道拿回面子，何须这般虚度？我要知道他是个背后下毒的小人，镖局里岂能容他？你我在江湖漂泊多年，见过更毒的东西。百里庄主，此言何意？大家各怀目的，与其藏着掖着，不如大胆地说出来吧。什么意思？老夫要的是神龙令，百里庄主想要的是天罚剑，秦局主想要的是石飞我的手指，薛神伯想要的是七海宝藏。放肆！本官乃朝廷主人，难道要与尔等分赃不成？老夫觉得司空局主所言极是，大家各取所需，把东西抢过来，然后按江湖规矩分类。你是谁？为什么穿着这副铠甲？少佐，俺ですよ。皆騒動にかあれて会えた。少佐、俺た兄弟たちは7つの海も駆け回り、楽な暮らしを知ったじゃありませんか。たとえ六門と神龍門の人が喧嘩を売ってきても場所を変えればいいんじゃ。なぜ我らを捨てるのですか。所以你就穿着我的铠甲，用我的名字继续做海盗。
俺らも飯を食うために。说起来也是我连累了兄弟。走吧，以后好自为之。彼ないざこう交わりをやめてように夜降りる明日でわらここに隠れる何かを兄弟たちの宝どこに隠してやれ。まだ剣を持てんのか。伤无主者死。かかれ！从你拔剑那一刻起，所有事似乎已经有个定数。原来我只知道剑灵应该有一个主人，冰姬只想跟在你身后。后来你说我不懂这尘世，冰姬以为主人懂，小心翼翼跟在你身后10年。缘起缘灭，太复杂了。剑来！我罪于命，此事非我。云天法者，瓦人法解。那天救了死飞我的那个女人是神龙门的人。当年我和龙八剿灭七海贼王时，龙八身边带着一个女弟子，想必就是她。只是不知道这个龙九和石飞我是什么关系。这么多人愿意为他唱小曲儿，
这小子就会祸害女人。凑这局的主人终于出现了。在沙漠时，我已经用琴声提醒你不要再走下去。为什么我们非要这样见面？你这不是又救了我一次？你要是早说，把那些倭寇和海盗抢来的宝藏散给百姓们，我师父也不会杀我。那我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冰姬是天罚剑灵所生。为了剑，不如杀了他。天罚剑戾气太重，你会被反噬，成为嗜血杀戮的魔头。动手吧。我带天罚剑回山中，不再出事，绝不伤他分毫。我已经抛弃过他一次。你带着他，江湖不会放过你的，非要见毁人亡吗？好，你带冰姬走，但是神龙令要暂借我用，要用它了结一桩事。你一定要这么坚持？对啊。王图霸业笑谈中，机关算尽，一场空啊！还去吗？去啊！这辈子我就想做对一次决定。这些年，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醉生梦死，早睡早起。此刻，你到底是花错，还是是非我？此刻，你是苏软儿，还是龙九？罗镖头，任务完成了，这回到杭州就高升总镖头了，为何心中不悦？这一路上都是十兄弟在保护我，现在我们却拿他当挡箭牌，在下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罗镖头不愧是江湖老何呀！老话说“兴家间赛神仙”，这戏都演到我这儿来了。罗镖头，看好货，千万别有差池。花公子放心，货在下一直带在身上。我真是太大了！原来真正的货物就在罗大哥身上。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每夜都合衣而睡。没想到司空局主
居然请出了花大少，在这儿玩螳螂捕蝉。这镖只要到了司空局主手上，谁送都一样。这趟镖不同。我与司空局主有个约定，他许了石某一个不能拒绝的礼物。原以为他真诚待事，没想到他竟然戏弄于人。大丈夫可以让人爱，让人恨，但不能让人骗，让人怜。石大侠，说起骗，也是你先骗四品镖局的。当初你找来商山4号来劫镖，配合你演了一出监守自盗的好戏。你真以为天下人就这么好欺？是你告诉司空的，你和司空老儿一起耍我。师兄弟，你消消气，这趟镖谁走还不都是一样？你们也许不知道我与这位花大少的渊源。今日这事，善良。我看你本来也不想善良，明明知道放了他那么多人当你却一定要去得罪全天下人。这全天下人能放过我们花家？这些年你又何尝放过我？当年你在酒里放话公子，害我被武当派的人追杀，也是你干的。你在长安城沦为丧家之犬，最后不也逃过花家命啊？父亲原谅了你的年少，可你却……你跟你母亲一样，执照有作为。这苗头，别喊了，全被我解决了。花大少，你家的功夫练得不到火候啊！沈飞我是你们花家的吧？不错，是我们花家二少爷花错。那他惹的事儿，你们花家都得管吧？司空局主此言差矣。此子早就在7年前判出花家。花大少，4平镖局的人说你是最后一个见过石飞我的人。本来大家应该到花府要人，你却要大家来这湖畔居，说今晚会交出石飞。此言当真？一会儿自然给你们个交代。你就是他喜欢的那个丫头，跟他那卑贱的母亲一样，庸脂俗粉，不过是个唱小曲的吧？原来给大叔唱小曲儿的是他母亲。我说让你为石飞我死，害怕吗？这样，他就能救我一辈子。好。杀死你，石飞我才能安心回花家。花公子，你什么意思啊？今天见不到石飞我，你们花家可是要有大麻烦的。
百里庄主，你这是在威胁我？花大少，你可能还没搞清楚情况吧？今夜石飞我不来，这湖畔居你休想离开。我看是你们没有搞清楚状况了。今天谁也走不出这湖畔居。好大一个忽悠哎！花家的独门火器轰天雷，没错，我已经在数日前把湖畔居九脚下藏满了轰天雷。只要我别费劲了，逃不出去的。居然用我残刀死封了门窗。我花家最有名的并不是武学，火器和机关术才是一绝。玉石俱焚，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啊，花大少，休要动怒啊！咱们何必结下此仇啊？如果今天放你们出去，我花家才后患无穷。有什么条件，你可以说出来。如果今天我和你们死在这儿，那威胁我花家最大的一股力量就没有。而我花家有石飞我在，你们谁奈何得了我花家？这笔买卖我怎么算都比较合适。大叔，不该回来的。欺负过你的人不会走。没有引爆，都罢手吧。地窖里的火器已经被我解决了，你们要找的人数，有事冲我来。糊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老子的事不用你管。石某马上就要退隐江湖了，今夜过后，我与诸位再无瓜葛。你们要的东西就在这儿，我一次性还给你。
还是龙角？他很像我曾经的一位朋友。七爷，先请，上船。今日会晤，恩怨搁置，是非不论。石某从此退隐江湖，你我再无瓜葛，就此。你真的要走？庄主是你，此刻庄主还是你的父亲。我无法选择什么样的出身，难道连什么样的生活也无法选择？选择？你知道你刚刚选择了什么？难道你真的要一步错，步步错吗？你能为华家死，浅浅为了什么？你恨我可以，但是你记住，你始终姓华。不可以，我宁可把这个姓氏还给你们。你就是苏冉儿姐姐。那是以前的名字。以前的大叔是什么样子？我不记得。我们会去哪儿？按照我和石飞我的约定，我们会去诡异渡众了，让他给你一双眼睛。那他会跟我们一起去吗？我已经说过我要退出江湖，我也不想再和你争论什么。你是华家未来的庄主，你就有责任去承担这些错。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怕吓到姐姐。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你还算不算是我华家的子弟？你的雄心呢？你的英雄气概呢？就因为一个低三下四的女人！你在侮辱浅浅半个字。现在闯了那么大的祸，你让父亲怎么办？你今日放走的那些人，日后必是我华家的死敌。你怎么能交给父亲一个人承担？你不是一直想向他证明你有多么了不起吗？父亲的年事已高，这些年他已经不练拳了。大叔，你来了。这段时间，
很累吧？要是太累了，你就不要说话。其实你不知道，浅浅是能看见的，我能看见夜晚西湖吹过的风，也能看见你在我掌心放过的星河。我能看见大叔说的雪山和大海，更能看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真心待浅浅好。只是遗憾，明明靠得那么近，却看不见你的脸。这么难的决定，就让浅浅替大叔做吧。你回家去吧，有爷爷在，我很好的，你不用担心我，我以后一定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你不想带她走，是因为不想让她成为你母亲那样的女人。我是不希望自己成为你们希望我成为的。走吧，处理完这一切，我只想做回师傅。这，你以为你想做回师傅，就能做回师傅吗？
了。